明治7年5月4日，也就是刚好150年前，日本发动了其明治维新之后的第一场对外战争——征台之役。这本来是一场毫无道理的战争，对于日本而言，即使是战胜了，本应该也没有多大的好处。但是为什么明治政府还是执意发起了进攻呢？这样就不得不了解当时日本政治精英们做决策的实际情况了。今天我们来聊聊明治6年的征韩论事件和明治7年的征台之役。这里是巫女花散里，演绎日本历史与传奇的频道，喜欢这样的内容，记得先点赞订阅哦。明治维新之后呢，新政府最先要着手的便是挽回国民的信心，改元明治，改江户为东京，无不是在向厌倦的德川幕府统治的人们宣布维新政府与旧体制的切割。随着各种管制的放开，新的思想和学问也在日本涌现，大城市之间通了铁路，民间生活发生着巨大的变化。但是事情也并非全都是朝着好的方向发展。比如说呢，日本政府曾经承诺将年贡减半，但是最终变成了加倍，以及对新资讯的掌控能力不同，造成了贫富差距迅速扩大。而最为突出的问题则是来自原武士阶级，现在他们被称为士族。在阪急凤凰和废藩置县中，原先的藩主成为了新的地方官员，然而藩主之下的普通武士们尽管有了士族这一个贵族自己人的名头，但是实际上的待遇呢，与普通人并没有什么不同。征兵令颁布之后，普通人也可以加入军队了，这使得武士失去了存在的意义。他们再不做点什么的话，以后就会被顺理成章地取消特权资格。另一方面，以前武士们的俸禄是由各自的藩主发放的，改革中变成了由明治政府直接发放。但是实际上呢，明治政府的财政收入根本承担不起这笔费用，士族的实际待遇一降再降，这就让西乡隆盛感到痛心了。西乡隆盛呢，可能是对武士道精神有所执念，因而表现出了非常喜欢士族。他在高层会议中向来都是主张，如果不能改善士族的待遇，很可能会发生新的叛乱。但是没钱这是个现实的问题，他的主张不能得到实际的支持。然后呢，朝鲜外交风波适时的发生了。明治维新之后，日本向朝鲜递交了国书，告知日本政权从德川幕府转移到了天皇的手中。当时朝鲜是清朝的附属国，朝鲜当局不满日本在国书中使用了黄和赤等等汉字，认为以朝鲜的立场只能接受清国皇帝使用这些字眼，因而拒绝接受日本的国书。日本方面也拒绝让步，朝鲜方面呢，于是以朝鲜跟随清朝闭关锁国，不与擅自开放国门的日本交往为由，宣布与日本断交。日本派出了外务省官员前往釜山与朝鲜交涉，但是一直没有进展。于是太政大臣三条实美在朝会中主张，这是对日本国格的侮辱，应当准备好派遣海陆军前往朝鲜保护在朝日本人。征韩论事件就此开始。朝中反对征韩论的朝臣们先是形成了以西乡隆盛为首的派系，他们主张无论用什么理由出兵，派遣军队到朝鲜终究还是会导致两国的战争，日本并没有必要与朝鲜一战，不如由西乡隆盛作为高规格使节访问朝鲜，恢复邦交。西乡隆盛一派的意见得到了包括板垣退助、后藤象二郎和大威重信等重要派系的支持。不过呢，当时日本真正的核心大佬们，包括岩仓具视、大久保利通、幕户孝允，也就是桂小五郎和伊藤博文等人，都在欧洲考察改革路线。像战争这种大事，仅凭留在日本国内的这些人是无法决定的，因此征韩论议题被暂时搁置了。等这4人从欧洲返回之后，态度鲜明地反对西乡派的提议。原先支持西乡的大威重信见状也临阵倒戈，最终是在内阁会议中，反对西乡隆盛提案的议员们主张，如果派遣他前往朝鲜的话，反而会引发战争，因此否决了西乡的计划。现代的一些学者认为，是岩仓具视和大久保利通借用了征韩论议题，削弱西乡隆盛派系的政治影响力。无论如何呢，此事之后的明治6年10月24日，西乡隆盛、板垣退助、后藤象二郎、江藤新平和富岛种成等人一起提出了辞职，史称明治6年政变。随后呢，板垣退助和后藤象二郎成立了对日本近代历史极其重要的爱国工党，西乡隆盛则是回到了鹿儿岛开办学校，此事暂时告一段落。当然，征韩论事件还在继续发酵。另一方面，西乡隆盛离开政界的消息对士族们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打击。他们一直认为，只要政府核心中还有西乡隆盛这样的派系，士族们就还没有彻底被赶下游戏桌，即使现在有困难，未来也还有成为特权阶级的希望。然而随着西乡隆盛的下野，士族们对维新政府的不满情绪达到了顶峰。恰逢其时，
当时的美国驻厦门总领事、法国裔美国人李先德对台湾事件产生了兴趣，并为此联系了当时外务省的副岛总承。此人以口才著称。所谓的台湾事件是指明治4年，冲绳宫古岛的66名渔民因为暴风雨天气漂流到了台湾海岸避险时，遭到了当地人袭击，被杀54人的事件。当时日本刚刚度过了幕末和维新的动乱，新政府才刚刚成立，正忙于废藩置县和开放身份等等一系列改革，光是内政就已经手足无措了。正在学习近代外交的日本，面对这种突发事件也显得不知所措，最后只是强烈谴责、坚决反对一波之后，没有采取任何实际上的对应措施，继续忙于处理国内事务了。李先德因为自己的立场，希望打击台湾的原住民，在清国被踢皮球之后，他转而尝试说服日本，事件中的台湾人是原住民的高沙族，他们其实不受清廷的控制，这也是李先德在厦门被踢皮球的原因。于是李先德向副岛总承游说说，既然清国不承认自己对高沙族的管理义务，后者也不受清朝的政治和宗教影响，那么日本对清国的外交表态毫无意义，日本政府有义务出兵报复。这次他成功说服了副岛总承，后者委任他为外交顾问，着手考虑出兵台湾的方案。这些主张也得到了大久保利通的浓厚兴趣。此时的大久保利通呢，正在为朝议苦恼。随着内阁会议以可能引发战争为由，否决了西乡隆盛的出使朝鲜的议案，最终导致了西乡隆盛的下野。现在的舆论中反而已经认为西乡隆盛是真韩论的代表人物。更重要的是，50万士族的生计和不满情绪还没有解决，他们也因为对西乡隆盛的支持，现在对真韩论的呼声很高。当然，大久保利通作为政府核心，当然是知道现在不是与外国开战的时机。改革不到10年的现在，还需要把力量集中在国内产业的发展上。他是当时反对真韩论的主要力量之一。明治7年2月，对新政府不满的士族们爆发了佐贺之乱。知道必须要缓和士族和政府间矛盾的大久保利通，立即向内阁提交了出兵台湾的建议。提案中，大久保利通主张政府军在镇压佐贺之乱的同时，也由西乡隆盛的弟弟西乡重道作为总指挥，做好向台湾出兵的准备。反对真韩论的另一个大佬幕户孝允当场就提出了反对。幕户的发言直接攻击大久保本人，要求后者重新解释提议出兵朝鲜和反对真韩论的理由。由于幕户孝允是长州藩出身，而大久保利通是萨摩藩出身，同时真韩论事件中，因为西乡隆盛的下野，萨摩藩氏族受到了最大的损失。这次朝议也就扩大成了各个政府机构之中长州派和萨摩派之间的争执，最终还是萨摩派略胜一筹。征台案被强行推行之后，内阁最终也通过了日本政府将出兵台湾的决议。明治7年4月18日，幕户孝允提交辞呈下野。5月4日，大久保利通、西乡重道和大威重信会谈，正式决定了开始执行征台之意。日本军是乘坐2艘从幕府继承下来的老破炮舰出发，于5月22日在台湾登陆。尽管船只和士兵的装备都非常的简陋，但是好歹这是一个已经开始近代化的国家的正规军，而他们的对手仅仅是被清廷视为蛮族的原住民们。除了高沙族本身之外，当时滞留在台湾的各国各族人都没有参与战事的意思。这场战争对日本而言是没有遇到太大阻力的，就迅速结束了。战争结束之后才收到汇报的清廷中央对日本发出了强烈抗议，要求他们立即撤兵。英国也支持清朝，认为没有事先通过外交渠道正式向清廷通告出兵的计划是不合规矩，对日本提出了抗议。当时还没有外交经验的日本政府打算推出大久保利通来负全责。他作为遣清大使前往北京谈判，最终达成协议，清朝向日本赔偿50万两白银作为被杀害的渔民的慰问金，日本则从台湾撤离。这次谈判对于日本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收获，相当于清廷在外交场上正式承认了这些来自冲绳的渔民是日本人，成为了日本向世界宣称冲绳领土的强力背书。既然征台之役并没有原来反对派们想象中的面临战争困境，收获也远远的大于预期，日本因此事而分裂的内阁很快就重归于好。从北京返回日本的大久保利通立刻发表声明，给幕户孝允拍了一波彩虹屁，并且委托伊藤博文牵线，邀请他重回内阁。手握功绩的大久保利通答应了幕户孝允提出的所有条件，后者重回内阁，两派和解。日本的2院之议会改革也得以继续进行。都看到这儿了，别忘了点赞订阅啊！我们下期再见。